遇事莫重于大辟，大辟莫重于出情，出情莫重于检验。断案之人，就是要为生者权，为死者言。宋词，洗冤集录。比起活人的供述，我更愿意相信来自死者的证词。活人往往会用虚假的供述瞒天过海，但死者的证词永远不会说谎。总有一些人自以为能犯下天衣无缝的谋杀案，但他们错了。犯罪现场的蛛丝马迹全会说谎。这个案子由我负责，建阳府新任捕快宋慈。老爷昨天说想吃鱼，我陈氏就去沙石湾等候。午时回来的时候，就看到老爷躺在地上。到底是谁要害老爷啊？要么别问，不然所有问题全部由你来回答。把案情给我概述一下。大人，书房被翻得很乱，书房的门窗有被从外翻动的痕迹。应该是抢劫杀人。我来的时候血迹未干，应该是刚死亡不久。这尸体有挪动过吗？没有。根据尸僵程度判断，死亡时间是4时。尸斑颜色呈深紫色。如果致命伤是正中心脏的刺伤，那么屋内会留下喷溅的血迹。然而，并没有。血迹呈现血泊状，浸湿了地面。不对，都不是致命伤。是谁第一个看见尸体的？大人，是杨府管家秦四。是我，大人。我一开门就看到老爷躺在地上，吓得我立马就去报官了。大胆！居然有人冒充朝廷捕快，给我拿下！大人，我送死！快！放开！快！这案子你有眉目了？只要你听我的，哪个案子破不了？我听你的啦！你让我在案发现场拉起警戒线，不让别人进来，我照做了。这不是重点，这钱没到账，怎么破案呢？哦。好嘞。诸位啊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宋慈是我们建阳城的少年天才，帮助本官破了不少大案。宋慈，这位是建阳府新来的孙捕头。孙捕头，宋公子年少有为啊。这个案子的经过你都知道了吧？刚才已经告诉宋公子了。杨老爷今天午时被管家发现死在书房里，正面身中7刀。仵作已经做过初步判定，杨老爷的死亡时间是在4时。这杨老爷身中7刀，
你们看这七刀，这一刀可是正中心脏。再看杨老爷倒地的位置，这刀正中心脏，却只有尸体边上有印出来的血迹，而不见喷溅似的。而杨老爷对面的屏风上，也没有任何血迹。这里面有蹊跷。你说的不对。根据死者身上的刀伤位置判断，凶手在杀人的时候，他是在死者的正面，喷溅的血液是被凶手全倒的。这个屏风上，并不一定会有血液。那地面呢？这凶手不可能完美的用身体挡住所有喷溅时的血液，有一刀是正中心脏的心脉，而其他6刀，换句话说，刺中的都是非要害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如果杨老爷真的是在正常状态下被袭击，无论是和凶手搏斗，又或者是逃跑，人都是在移动的，那这屋子里不可能地上和墙上没有任何血迹。能造成这种现场的可能只有一种，那就是杨老爷在中刀之前已经倒地身亡了。凶手在他死亡后刺袭尸体，他的血液早已凝固，所以没有喷溅出来。尸斑可以传达死亡时间，同样可以传达死亡方式。尸斑呈紫红色，按压褪色，也就是中毒的标志。中毒。如果说有人诚实在杨老爷的茶水或者食物里下毒，然后离开，给自己做一个不在场证明，杨老爷在40的时候毒发身亡，这凶手50的时候再回来，在杨老爷身上再插上7刀，打乱书房，制造出杀人抢劫的假象，再加上仵作鉴定杨老爷是40的时候被刀伤所杀，那这个人是不是不会武功也可以杀死杨老爷，同时又有不在场证明？冤枉大人，我没有给老爷下毒，真的没有啊！你的策划确实非常完美，但是你忘了一点，其实这尸体也是会说话的。李大人，请允许我剖开尸体，来证明我的推论。啊，宗祠啊，人死尸骨当为尊贵，杨老爷那也算得上是为国家上过战场的人呐。我们应当尽快查出真凶，让杨老爷入土为安。剖尸这是大不敬啊！你们不让解剖还死者真相，中毒而死已经够惨，尸体还被凌辱，只有解剖才能还他一个天理。肺叶下面的胸膜处有点状出血，腹部胀气的厉害，那是因为体内有毒气。而之所以没有喷溅式的血液，那是因为杨老爷身中7刀之前，人已经死亡，血液已经凝固。所以说，只有尸体下面和伤口处有血液，而没有喷溅。若是要向老爷下毒，必定会照老爷的习性入手。而最了解杨老爷习性的，不就是管家你吗？我相信这地上的茶杯肯定有问题。秦四，这么激动干什么？现在这个证据在我手上，该说实话了吧？我有个问题特别好奇，要是没猜错的话，你用的是河豚毒。这毒呢，其实很难察觉，即使这老爷的杯子里还有残留，那也是无色无味的。再说了，这杯子里空空如也。你如果不说，哎，我还真拿你没办法。你诈我！我坚信，在不久的将来，破案会拥有更多的取证手段。与罪犯的心理博弈是破案的钥匙。
想让他们认罪伏法，就必须撕掉他们的伪装，用切实的证据击溃罪犯的谎言。这尸检之术还需要继续精进了。宋慈啊，你怎么对尸体这么了解啊？我和他们熟啊。哦。哎，等，李大人，我刚才不是都给你了吗？你刚那是定金，那现在案子破了，不得付尾款吗？刚才人那么多，给你点面子。这。哎，那刚才要是案子你没破呢？这定金都是恕不退款的，案子没破，尾款我就不要了。这就叫一分价钱，一分货。你真是掉钱眼子里了。你弟弟宋慈在我这儿赊了半斤牛黄、1两砒霜，还有3钱的蜂蜜，要不给我结一下？砒霜、牛黄。宋老板，你弟弟宋慈从我这拿走凉皮布的时候就说了，最多2天就给我结账，现在都过去7天了。宋老板，我也是小本生意，要不你先给我结了呗？哎，我弟弟还欠你们宜春院的钱。哎呦，本来我都没打算要来，只是他借我们家惜春姑娘的西域胭脂，那可是孙大官人送的。孙大官人今晚要找惜春姑娘，你说这要再不还回去，只怕闹出点什么误会，不太好吧？哼！棺材铺赵老板，青姐啊，他在我们店拿了一口上好的檀木棺材，说你急用。说我急用啊！走，都给我走！哪有不还钱？哎，青姐，走！宋慈，慈哥，救我！何处还钱？还钱！还跑！还钱！还钱！赶紧还钱！赶紧还钱！不然把你腿打折了！慈哥，救我！这都能认出我？宋慈，你今天要替他出头是吧？好小子，听我的，演戏，好小子，连我姐都敢调戏，疯了你啊！找死！哎，他是不是惹你了？啊！来，给你，这个角度砸下去，脑袋肯定爆，红的白的全部都溅出，红的是血，白的是脑浆。来，别，来，我们那是小事，拿着快点儿！撤！哎，别演了，起来。此哥，你这第2脚明显没受住啊！那个，我这是不是受伤了？这算什么？这就是轻伤。我告诉你，你没看他们多少人啊？